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瑞文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瑞文这个英雄的话，他的前期刷野的一个思路。分段的话，好像是传说局的5000分吧，好像是。对面佛爷哥的动向是知道的，红 buff 开，那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去刷下路河道蟹的一个思路了。这里的话用惩戒去拉野。因为没有长手，如果瑞文是吧，有个远程技能就可以利用远程技能去拉野，但没有的话就必须得用惩戒去拉扯。打野，打每个的打野英雄啊，就是录制的打野，你们一定要去学好前期的他那个拉野技巧啊，可以反复观看，你不要老去关注他怎么去。就是说中期的怎么打团什么的，它的精髓在于前期的一个刷野，然后去还有前期的一个决策。这里的话，让队友过来靠一下，哇，2个人直接被集火了，能打吗？秒不掉。一技能，一个吃到果子的，一个 W 晕一下，可以这波。他以为要 A 果子了，就不 A。像刚刚他被他 W 吃了一下以后，还好给了个。W 释放出来有个护盾的，如果那一波去 A 果子的话，就会被 W 收掉了。还好这波操作细，刚刚的操作细，不然的话可能都得出事儿了。3抓1啊，这亚索像前期开局那么顺，应该不会说打得那么吃力啊。但他这局打得很难受啊，果然这里出问题了。对面卡特起飞了呀，这样的话，要吃到这个这波的话是真笑不出来了。对面打野过来反野，亚索把人赶走了。像刚刚帮忙卡了一波线，把自己给卡没了。这局其实说实话有点难受啊。我发现哲力中单，相当于这个中单是没什么线权的。感觉这个要被反杀的样子。发现了对方打野位置，过来惩戒抢了个蓝 buff。这里完了，又被逮了。想来一波帅的，没想到他直接跳兵跑了。哦，是闪现拉开了，我还以为他的 E 技能给到小兵身上去。
这中上的话确实不怎么靠谱。那这局还得围绕着双人路啊，中路已经限制不了。那前期不能限制，或者说不能跟那个卡特，反倒被卡特压着打，那就没机会了。那双人路给力，然后让泽利去吃下路线，中路的话让伊泽瑞尔去把优势扩散给队友。这局龙团还没那么好打，就是亚索打不过石头人，这亚索不行啊，不如新之刚亚索是。虽然说现在新之刚的那个九头蛇的效果没了，就是，但其实新之刚亚索啊，出霸王雪凯也不是不行，说不定还能玩。但说实话，那个偏娱乐向。其实做香炉，伊泽瑞尔吃香炉啊，我倒觉得他不怎么吃香炉呀。这里的话，看看把中路塔给撞了，然后直接来上路推。哦，黑屏。像泽利的话带不了太深了，亚索还勉强还行，泽利的话推过河道的话就必须得撤了，这时候没有经济刷。对面的双人路在吸血，对面的卡特好像经济没那么高。你可以看到双人路一直中路和下路一直来回走，说明那卡特的经济是被队友吃掉了。像这一波的话，这边亚索开团估计开不了，还是得看瑞文去开团。所以这局如果选择当开团手的话，战绩不会太好。卡特这英雄一直带不了兵线啊。双人路这波的话也上去了，那这边的话可以反入侵下路野区、下半野区啊，去拿这个，对，把塔 A 掉先，后续追不上就往后退。这伊泽瑞尔这局确实强。像你这局，比如说啊，这种局面其实就很像我们平时玩，前期并没有优势，但队友可能有优势，或者队友有就是说玩的有优势，这个时候你该去干嘛，对吧？
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刷经济，然后队友是吧？优势的那一边去做事的时候，你如果不需要去帮忙的时候，你该做些什么？这局的话就差不多，你可以看到，虽然说整体那个什么并没有拿人头，或者说去压制队，就是说去打架什么的，但他的经济是既没怎么吸队友血的，他就靠刷经济，还有入侵对方野区。对方大招先开团，石头人这样开的话很浪费，大招刮出来，没捡到人头，对面交闪现了，这波大招没续上，那大招结束，拿了个辅助拿了个助攻，说错了，经济还是领先，可以了。那这条龙的话拿下来，对面的龙魂肯定是没有了。拿完这条龙的话，准备去逼龙团。这草里面蹲人了，佛爷哥的话直接抓他，因为他没有大招的。控到了以后，亚索疯狂摁大招啊！亚索有风墙可以挡掉这些伤害，像这种地方真的有亚索这个 W 的风墙，真的挡很多伤害啊。这里的话，让亚索吃个亚索不要去打，对面有卡特啊，这波如果被卡特的大招一套下来，容易炸。这里的话没有惩戒，有惩戒在上，完了被大了，卡特来了。龙的话，这里重新接手这条龙，惩戒拿到可以拿下这双杀。这波拉扯得很好，就可以看到啊，你可以说前期发育不好，或者说失误了。但你不能不会刷经济，你只要会刷经济，你的经济没落下啊。那你的那个，你只要守住自己的野区，甚至可以去入侵对方野区，那你的那个叫什么？你的打团能力就不会差。最怕的那种自己完全崩了，然后经济也不会刷，那真的就是整局就是废物来的。大部分情况都是这种，你的队友啊，或者说你遇到的人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。这里的话，闪现闪现已经好了，但对方先开团，有金身可以规避伤害，以闪现拉开。石头人没大招的，对面其实。哎呀，佛爷哥起来了，那这波团还不好打。那这波龙团的拿到龙的一个优势，直接没了。对面石头人这个大招到3个人，确实不应该被这么打的，打得挺好的，说实话。像打这种高端局的话，中间就会很枯燥啊，因为两边是吧 ？C 位啊，刷资源那些都刷得很快，这里打一套控制，石头人好像空大了，但后面5
个人，后续跟上伤害，直接把人秒了。这把还好，这亚索又上了。如果这里面亚索死掉了的话，那个龙的话可能不好守了。那这条龙应该是拿不了了。复活赶过来的话，时间比较极限，说实话。对面第一时间不打龙的话，那这边有机会。那对于辅助倒下了，还有机会吗？1打4，准备要1打4了吗？没动龙的，完了就先杀人。开了大招，但找不到机会。一个闪现大招没刮到，可惜。视野太差。然后大龙的话没办法，必须得给了。赶紧把野区刷掉。不要把资源全部让给对面。对面打野肯定在拿龙。这里还差些钱，对面护盾还是蛮多的。对面维恩直接买了个钢币，像这种说实话，就是有点打不下去。对面的射手太痛苦了，拿不到人头，然后又要保证自己不要掉点，那他就可以做这种既有一定坦度的那种输出装，是吧？来保证自己的短期爆发力。把该有的伤害打出来，然后有一定的容错。有点想开团了，开到了，那这样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收割，金身规避掉伤害，对方后续也没办法进行造成收割，上来 A 掉2个，一个大招再刮掉一个，5杀被抢了，还是在夹缝中找到了这个机会啊。那这期的话到了这结束了，还是国一哲理。那行，这期就到这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